又一家投行唱空，华尔街多家投行近期表示，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建议投资这类资产。另外，受到柴油禁令影响，俄罗斯原油出口的空间变大，9月对印度出口环比强劲反弹，分析师称未来或提供更大折扣。最后，我们观察到美国一个被忽视的风险，或将于本周日出现。前美联储经济学家表示，这恐将导致大规模的家庭破产。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越来越多的华尔街股票策略师对加息的影响敲响了警钟。高盛集团的团队与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的同行一道警告称，加息可能引发股市进一步下跌。他们指出，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与10年期实际利率之间的差异接近近20年来的最大水平。这种脱钩意味着与持有美国国债等避险资产相比，持有风险较高的股票的回报会缩水，这可能进一步限制股市消化利率进一步上升的能力。许多策略师在10月2日的报告中写道，尽管高盛的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下个月不会加息，但他们建议投资从股市下跌、利率上升中受益的混合投资，因为美联储的点阵图预测偏向于加息25个基点。摩根士丹利的威尔逊和摩根大通的科拉诺维奇最近也警告说，实际利率的持续上升可能会破坏美国股市今年的涨势。他们对2023年的悲观看法在过去几周得到了证实。标普500指数连续2个月下跌，原因是人们担心美联储保持鹰派立场的时间可能会长于预期。不过，并非所有策略师都这么悲观。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萨维塔·萨博拉曼尼亚认为，即使借贷成本居高不下，市场也有看涨的理由。他说，高昂的资金成本将淘汰弱者，将有超过50%的大市值公司会沦为小盘股公司，这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在9月29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成分股的流失将使标普500指数处于良好状态。Kepler SaaS 的数据显示，受供应充足和价格折扣的推动，9月份俄罗斯对印度的原油发货量从8月份的7个月低点跃升了 15%。 这家数据情报公司称，上个月从俄罗斯运往印度的原油量为178万桶每日。Kepler 首席原油分析师维克托·卡托纳表示，印度原油进口可能会保持强劲。他表示，由于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该国国内的炼油商将降低炼油规模，这意味着更多的原油将供应给海外，因此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的空间很大。卡托纳表示，印度目前主要购买乌拉尔原油，因为其价格比布伦特原油低约4美元每桶，因此比来自中东的长期供应更具吸引力。他认为，随着俄罗斯原油供应量的增加，出口商未来可能会提供更大的折扣。9月份，印度从第2大石油供应国伊拉克的进口量较上月增长 9.4% 至每天 93.4 万桶，而从第3大石油供应国沙特的进口量下降 41% 至每天 49.1 万桶。印度敦促石油生产国对石油消费国表现出敏感性。印度石油部长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当原油价格暴跌时，世界各国齐心协力稳定价格，让价格回到对生产商来说是可持续的水平。现实世界处于经济衰退和放缓的边缘，石油生产国需要对消费国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普瑞指出，印度约 60% 的石油进口来自 OPEC 国家，价值1010亿美元，又称希望油价不会超过100美元，相信印度能够应付，但担心这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一位前美联储经济学家说，面对本周日恢复的学生贷款偿还，一部分借款人将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挑战，这将伤害到一个被忽视的群体。达拉斯联储前研究员丹尼尔·迪马蒂诺布斯说，是在疫情爆发时离开了这座城市的千禧一代。布斯解释说，收入在10万美元至22.5万美元之间的千禧一代，
在疫情开始时，决定利用破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购买房屋，并在郊区定居。现在他们将面临额外的经济负担，然而他们将是无法获得任何学生贷款减免的群体。他们买了房子，第一次还了抵押贷款，第一次还了车贷，仍旧他们正在谷歌上搜索房产税，因为他们想知道谁是坏人。布斯说，他们的房主保险正在上涨，他们是那些震惊全国的人。他们在8月份开始偿还贷款，因为他们知道利息将在9月份恢复计算。布斯继续说道，你将会看到家庭破产激增，并且将是大规模爆发的千禧一代，以及比他们年轻的蜥蜴世代，已经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金钱负担，包括通货膨胀、医疗成本，以及不断上涨的住房和汽车成本。对于那些试图平衡住房成本的人来说，学生贷款将成为另一个令人头疼的财务问题。相反，学生贷款还将阻止这些年轻的借款人在美国历史上最难以负担的住房市场中买房。这些可能都是被忽视的风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